这台重型机甲有着超帅的人形，细看到上身也极具锐利的攻击性啊。但同时，它的原型还是一架有着标准起落架的小飞机，刚才人形态的装备也能非常完备的安装在机身上，这就很酷啊。今天我们来玩一下大火鸟出品的幻之鸟，包装一如既往的精美，算是大火鸟的传统异能了。取出内部的吸塑封装，第一层是幻之鸟的主体和4个无人机，第二层则是腿部护甲和武器配件，接着是说明书、售后卡和会员卡。先来看飞机主体的部分，第一眼侧面看，这个飞机形态并不是很臃肿，不像某些所谓的变形机体，只是趴下来腿打了个转，就会有些很奇怪的轮廓。而幻之鸟的飞机形态整体比较方正，但表面起伏和各种收紧的走线呢，又让它显得很灵动。看了一阵子，也会发现机体的后部凸起的腿部并没有和引擎机身结合在一起，会稍微有点不自然和突兀，但总体还是很帅气的。其实我对这款幻之鸟是一直有一些执念的。在这款之前有一款叫侠之鸟的产品，但当时风评2极分化，图有造型，但做工很不好，我就没敢入手了。说明书介绍了相关剧情、变形流程、造型形态、拓展玩法。最重要的就是这里的剧情说明了，就很有意思。在剧情里这款幻之鸟正是侠之鸟的后继造物，也算是满足了我一直以来的欲求吧。同时，飞机形态下前后的起落架也有还原，甚至这个轮子还可以转动就可以还原出驻机形态的状态。驾驶舱盖也能打开，座椅上是没人的，因为设定是无人机。看下来这个飞机形态就算不能变形造型也是很能打的。同时，飞机形态还有额外的搭配，套件里给了一些无人机和武器。无人机中间3指进行收纳，两侧手指变为机翼，后部连接部位进行一个调整，再通过通用连接件进行连接，2个无人机就可以组成一个可动的机翼挂件了。无人机顶部的方形卡榫对应幻之鸟机翼下部的卡槽，通过安装就能形成一个 X 型轮廓的战斗机形态。有点像 XE 战机总之造型是更完整了。接着热能刀也能收纳在狙击炮的前端，同样可以安插通用连接件，这里可以把这柄巨炮安插在机腹的孔洞上，这样完整的战机全装备形态就完成了，感觉变得霸气了一些。但这样从侧面看，狙击炮会让离地间隙变得更大，驻机形态就无法正常实现了。机腹的孔位也被占用，没法插支架卡榫，不过拿在手里把玩也是很开心的。战机形态下确实很不错。接着我们开始飞机变人总体来看呢，前半段机身就是机甲的上半身，后半段则是下半身。接着机身两侧的胳膊进行展开，机翼固定的部件进行解锁，把这个片片滑入手臂的内部，拉出手臂和肩部，多次翻转各处关节，手腕做一下翻转，最终做出人形的手臂造型。腿部有着额外的膝盖装甲配件，把这一对腿甲套在小腿上，压平垂直尾翼，解锁两侧机翼，小腿和大腿进行展开，翻转机翼和腿部，让它们互相平行，旋转并且展开脚掌，机身顶部的探针展开并进行翻转，机舱后部的背部组件进行翻转，折叠搭扣在机舱盖上，人形肩部固定在身体上，上半身180度翻转拼插在胯部上。侧面看到整个上半身折叠很方便，抓紧胯部和机头使劲这么一推人形上半身就出来了。头部的天线做一个翻转，背后的推进器尾翼组件和探针组件都是可以拆卸的。这里配合热能刀就能摆出一个像近战刺客的裸装形态了，很有意思会发现去掉了外部机翼轮廓的组件呢，内部其实就是一台机器人的素体。接着来试试搭载全装备，肩部搭载无人机，手臂处也滑入爪子形状的无人机，尾翼和探针重新安装回去，这样全装备形态就完成了。只是这样一个站姿就充满了攻击力，基础的机器人造型融入了鸟爪和那些尖锐的锐利感，会让我立刻联想到这台机体的战力特色但同时这个饱满的造型也会有缺陷，把玩上额外的组件都固定的没那么稳固。同时观赏上胸部变形机构的裸露也比较呆板，背部的空洞也比较明显，飞机形态的机头也没有做收纳，直接放在了背后，这种稍有遗憾的胸腔特色，猎户者也有这个问题。同时繁杂的武装并不影响可动，得益于变形关节的高可动，跪姿也很轻松。这里我配合狙击炮摆出了一个经典的射击造型，也是完全没问题的。不过狙击枪确实太大了，这个姿势并不能保持太久，但也很帅。得益于多处的可动，我们还能额外玩一玩四肢翻转，用探针作为尾巴就能变成一个蝎子的形态了。探针的蝎子毒刺也有一定的可动，轮廓造型也不错。继续变还能变成真正的鸡形态，这些利用各个部位的高可动模仿出来的各种仿生造型很有趣，自由度就很大。但也由于各个组件并没有卡位或者补强，就是不是专门为这个造型去做的设计，这些姿势可能保持力度都不会太好。
OK，最后总结一下，我一直都挺喜欢小飞机变形的，多多少少也玩了一些产品，但一直了解的不透彻。但是呢，玩一类东西啊，不了解的时候，就是那个探索阶段，往往是最好玩的时期，也最有乐趣，我很喜欢。